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战锤公民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包裹是 Joy-Toy 战锤 40K 黑色军团掠夺者阿巴顿。之前也有介绍过 30K 版本的阿巴顿，错过的伙伴可以点击右上角连结回顾。话不多说，马上一起来看看在战锤 40K 中百战百胜的阿巴顿吧。掠夺者阿巴顿是战锤 40K 中黑色军团的最高统帅，原为荷鲁斯之子军团的第一连长。在 30K 时，荷鲁斯之乱后拒绝向帝国屈服，转而投身混沌。他集结叛变的星际战士，重组为黑色军团，并发动多次黑色远征，试图摧毁帝国的统治。阿巴顿手持恶魔剑德拉克尼恩与荷鲁斯之爪，象征其继承战帅意志与对银河的无尽征服野心。在经历了13次远征后，终于把恐惧之眼物理扩张，被视为人类帝国最可怕的宿敌之一。这次的阿巴顿因为是媲美原体级别的人物，所以也采用了原体的盒装规格。打开盒子后，除了高大的阿巴顿本体之外，还有德拉克尼恩魔剑、一个面罩以及2只可替换的手型。至于高度，官方公布高度至头部为 16.2 公分，实际量测包含顶部战利品装饰，高度会是26公分左右。头部的部分展现了经典的混沌战士风格，招牌的火红发辫透过球形关节连接，可以自由调整飘逸方向。脸部表情生动，周围管线刻画细腻，可惜苍白的肤色缺乏阴影层次。可动性的部分受限于头部周围复杂的管线，只能够小幅度的转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阿巴顿可替换的面具涂装分色清晰，戴上后杀气倍增。手残的我瞧了很久才把它戴上，大家在穿戴的时候也要注意，避免伤到漆面。装甲厚重沉稳，中央巨大的恶魔浮雕非常吸睛，4条斑驳的动力管线一路延伸至后方背包与手甲，管线剥落处点缀的自洗效果，展现出真实的战损质感。护颈处不规则的机角设计，更增添了混沌的狂野美感。背面展现了极强的工业机械感，两侧各有类似散热器或通风扇的造型。下方附挂的能量源使用荧光红涂装点缀。本作最亮眼之一的是上方的战利品架，环形架上挂满了勋章般的头盔，包含多颗服役丁老兵、审判庭骷髅、圣血天使以及重组的头颅。骷髅的裂纹与头盔的凹损都经过阴影处理。红头盔上方也有穿刺破裂的效果，细节处理相当到位。而战利品架中央则是巨大的荷鲁斯之眼。尖刺的部分是比较偏硬的材质，要小心会有折断的风险。披风部分则是黑色布料造型，内衬鲜红，边缘破损并成不规则撕裂状，营造出风化感与战场洗礼的氛围。左右肩甲设计各有特色，左肩甲是黑底金边配上白色骷髅，以及那坨让很多玩家诟病的荧光红涂装。虽然官方勇于尝试新的涂装效果，值得鼓励，但在这种原体级别的模型上试验，代价真的有点高啊。好在左肩附带了大面积可拆卸棕灰色毛皮，可以依喜好变更风格。右肩甲则为黑金板甲，中央巨大的荷鲁斯之眼涂装生动，周边闪电纹样与四边均有明显的战损效果。手甲的部分，左右手的造型与功能性也不同。左手甲上有荷鲁斯之眼的雕刻，金属边缘的战损效果与自洗涂装强化了分量感。而右手直接连接巨大的荷鲁斯之爪，手臂上搭载了双连爆弹枪，弹链在黄铜与红色相间分色仔细，枪身上的金色恶魔浮雕非常霸气。手指的关节处有金色骷髅，延伸而出的银灰色的爪刃带有冷冽的金属光泽。而双手的可动性，肩胛连接处为关节球，手臂则为蝴蝶关节，但因为披风与胸甲管线的关系，导致手臂无法360度转动，可垂直上举，后摆的幅度有限。双臂可以平举，但开合幅度也有所限制。至于荷鲁斯之爪的可动性，仅有2段关节，堪称阉割版。想看完整版可动爪的伙伴，可以点击右上角连结观看我分享的战锤 30K 荷鲁斯的影片哦。
而腰部的部分中央是印有荷鲁斯之眼与骷髅浮雕的红底金边副甲，下方有着软胶材质链条附挂的骷髅装饰，裙甲有些微的战损效果与尖刺边缘高光勾勒，前方软胶的裙摆不规则战损修边，有着自然飘动的效果。腰部的可动性意外的好，转动与仰动角度很大，能应付各种站姿。腿甲的设计延续了重型终结者的风格，内层有着明显的动力结构，左右腿甲造型不同，左腿是金色恶魔浮雕搭配树枝向下的箭头，金属饰边与胫甲有着战损痕迹，右腿甲则是金属骷髅造型，侧边有金属锈蚀涂装，腿部的可动性不错，虽然无法前后劈腿，左右开合的角度也因为裙甲的关系受限，膝关节接近90度的弯曲角度，腿部内外侧转动幅度大，脚掌支援四方贴地，站立非常稳健。武器的部分作为这套造型的重头戏，德拉克尼恩魔剑无疑是最吸睛的，剑长约为本体身高相当，剑身涂装从剑柄的暗红逐渐过渡到剑尖的冰蓝色，模拟能量流动的效果。剑身上雕刻有混乱的符文与恶魔脸孔，剑柄部分以黑色和红色为主，而护手的底部有一颗骷髅浮雕，握把底部为尖刺造型，所以无法握持。魔剑与手部的结合非常牢固，让你在摆放各种大开大合的动作时不必担心掉剑。说说这次的感想，在我刚打开盒子把玩时，其实我是非常失望的，尤其是荷鲁斯之爪的部分，因为也有收藏 30K 的荷鲁斯，所以对 40K 的阿巴顿也投射同样的期待与标准。可能因为荷鲁斯是我第一尊记忆原体吧，而且当初还是刚收集 Joy Toy 战锤的小菜鸡，我真的永远忘不了打开盒子后那种久久不能自己的感动，怎么能这么帅？心里满是这种想法。尽管是现在回头看，即使有些许瑕疵，但荷鲁斯依旧是我目前的原体第一名。但一边拍片的同时，也发现有这样的投射，对阿巴顿来说是不公平的。毕竟基因原体与类基因原体级别的阿巴顿，本质上就有完全不同层级的存在。一个是受4大邪神大量赐福，可以杀死圣吉列斯，并且把帝皇重创到不能行动的荷鲁斯；另一个是发动13次大远征，把卡尔加送进 ICU 的阿巴顿。这怎么比？不能比的啊！所以我调整心态，重新看这次的 40K 阿巴顿，即使涂装方面有许多瑕疵，例如平涂上有许多气泡，又或是肩胛上那一坨涂装，都已经被玩家拿出来编了许多次，但整体帅气的造型这是肯定的。如果要说我最喜欢的部分，其实反而是这次的披风。一般来说，非黑色披风比较容易用深浅渐层去表现皱褶，但这次阿巴顿的披风是深黑色，却依然做出了很明显的层次，再加上边缘的战损撕裂处理，整体质感依旧到位。而且重点是，内层的深红色同样做出了阴影层次，这种细节对我来说是大加分。当然，我自己也有订一件可以自由塑形的精灵锻造披风，之后也可以拿出来做个对比，看看两者在造型与可动性表现上的差异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的阿巴顿还是很建议入手，毕竟是百战百胜的阿巴顿，能不入手吗？以上就是 Joy Toy 战锤 40K 黑色军团掠夺者阿巴顿的分享啦。希望各位战锤公民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而如果你最喜欢的是黑色军团，那绝对要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频道，并分享给同样热爱战锤的朋友们，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战锤的英雄。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的更多内容分享。那我们下次战锤宇宙见，大家拜拜。